特蕾莎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妻子，当她被发现在公路遇害后，体内的奇怪证据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起初警方以为这个证据可能是破案的关键，但没想到后来又牵扯出了另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原来这一切远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浅见。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该市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中部，距离州府罗利大约30英里，人口约为20万，是北卡第5大城市达勒姆县的县治。主人公特蕾莎出生于1986年5月28日，她成长在罗利市一个传统的美国家庭，父亲谢尔曼是一名少管所的教官，母亲辛西亚是全职家庭主妇。特蕾莎在4个孩子中排行老3，有2个哥哥和1个妹妹。据家人描述，特蕾莎早年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由于父亲谢尔曼的职业原因，她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不准结交不良朋友，更不准沾染不良嗜好。因此在成年之前，特蕾莎一直保持着乖巧的形象，从未有过出格的行为。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脱离了父母之后，特蕾莎的性格悄然发生了变化。大约在2004年，时年18岁的特蕾莎开始了大学生活。没有了父亲的约束，特蕾莎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不仅认识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而且还在大3那年瞒着父母嫁给了一名叫达林的男子。达林比特蕾莎年长5岁，他曾是一名国民警卫队员，当时在北卡中央大学就读会计专业，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4学生。特蕾莎之所以隐瞒结婚，主要是她的父亲谢尔曼非常严苛，而达林相对普通，不算特别优秀。特蕾莎担心父亲可能会阻止他们交往，所以结婚很长一段时间后，特蕾莎才向家人坦白了这件事情。尽管特蕾莎的父母对2人隐瞒结婚感到有些不满，但事已至此，他们也不好过多干预，最终只能接受了达林。这次叛逆的经历似乎让特蕾莎体会到了任性的好处。自此之后，她彻底抛弃了父亲的教诲，开始了完全自主的生活。然而只有21岁的特蕾莎毕竟还很年轻，她没有认清楚自己已为人妻的身份，更没有抵抗住外界的诱惑。结婚仅仅几个月，特蕾莎就因为做了错误的事情产生了严重后果，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8年1月30日早上7点30分，当地警局陆续接到多位群众举报，称在北卡罗来纳州540号洲际公路旁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I'm on 5 westbound, just past, I believe, the Buffalo exit, and I think there's a body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正如报警人所述，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子倒在了公路旁边的草地上。她的身上没有携带身份证件，上身穿着一件浅色连帽衫，下身穿着蓝色牛仔裤，面部、颈部和胸部遍布40多处刀伤，已经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很明显，这是一起残忍的蓄意谋杀。尽管警方还不清楚受害女子的身份，也不知道她的尸体为何会出现在繁忙的公路旁边，但根据现有情况，凶手应该对受害女子怀有很大仇恨，作案时间大概发生在数小时之前。然而就在警方准备调查该名女子的身份时，特蕾莎的丈夫达林突然冲到现场，表示那名女子可能是他的妻子特蕾莎。根据达林所说，特蕾莎昨天下午去了北卡中央大学上晚课，按照2人之前的电话约定，原本她应该在晚上11点左右回家，但直到第2天早上，特蕾莎不仅没有出现，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由于感觉事情有些反常，达林就在这天早上，也就是目击者发现尸体后不久，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Where's your emergency? I live here in Raleigh, but my wife goes to school out at North Carolina Central, and she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I talked to her last night. She was on her way home. She was in the car and everything. She hadn't showed up. 报案结束后，接线员没有立即通知警方，而达林似乎也没有放在心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然而在上班途中，达林刚好路过案发现场，并且看到警方使用防水布遮盖了一具尸体。
起初达林并没有联想到尸体可能是失踪的特蕾莎，直到他沿着公路继续行驶了一段距离后，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特蕾莎的汽车，这下达林才意识到那名遇害者可能是他的妻子。于是达林立即折返，向在场警方说明了这一情况。听完达林的陈述后，警方不禁产生了怀疑，因为他报告失踪的时间刚好发生在警方介入之后，而且这种不请自来的行为难免让人怀疑达林可能想借机转移视线，误导调查方向。不过在解决这些疑点之前，警方需要确定死者是否为失踪的特蕾莎，于是他们让达林辨认了尸体，结果不出所料，遇害女子正是他的妻子。确定了死者身份后，警方很快在达林的协助下找到了特蕾莎的汽车。尽管这辆车就停在距离尸体不到半英里的地方，但由于事发地点位于一条繁忙的洲际公路，而且现场也有许多驻车围观的群众，所以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注意到。在对特蕾莎的汽车检查后，警方从车内和车外均发现了大量血迹，这表明凶手首先在车内袭击了特蕾莎，之后又将她拖到车外实施了2次伤害。至于尸体为何会出现在距离汽车半英里的地方，警方当时并不清楚。不过基于现有情况，警方怀疑达林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于是将他带到警局进行了正式询问。I talked to her last night. She was on her way home. She was stopping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I don't know if she was still in Durham when she called me or she was on 540 coming back into Raleigh. 根据达林的说法，特蕾莎在事发那晚临时改变计划，推迟了回家时间。大约晚上10点，两人有过一次通话。当时特蕾莎正驾车行驶在事发公路上，她向达林解释了晚回家的原因，是因为放学后去了图书馆查询资料，并表示接下来还要再去吃宵夜，预计1个小时后才能回家。由于达林第二天还有重要工作，他没有等待特蕾莎回家，通话结束后便很快休息了。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第二天达林才发现特蕾莎失踪的原因。此外，达林还强调，事发的那条公路是他每天通勤的必经之路，发现特蕾莎的汽车完全是巧合，主动提供线索也是出于本能反应，并没有其他目的。警方核实了达林的说法，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他的身上没有抓伤或者刀伤，汽车或者住所也没有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因此警方排除了达林的涉案嫌疑。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数个小时，在警方对达林调查期间，负责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物证采集，特蕾莎的尸体也已经被送到了法医部门进行尸检。虽然物证检测和尸检通常需要等待几天，但当天下午，警方提前从法医部门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特蕾莎没有遭受侵犯的迹象，但她的下体内有一个带有男性体液的安全套。法医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特蕾莎在遇害前自愿发生过性行为，并且中途出现了意外状况，不小心将安全套滞留在了体内。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第一反应是安全套可能与她的丈夫达林有关，因为特蕾莎已经结婚，正常情况下她应该只会与丈夫自愿发生关系。然而特蕾莎的丈夫达林却否认了这一点，表示他们从没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并且在案发前也没有发生过亲密行为。达林的说法让警方意识到特蕾莎可能存在婚内出轨。为了寻找相关证据，他们调取了特蕾莎的手机通讯记录。很快，一组频繁出现的电话号码引起了警方注意。根据调查结果，号码的主人名叫史蒂文，他同样是北卡中央大学的学生，并且即将加入 NBA 成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由于两人几乎每天都会通话，警方认为他们的关系可能非同一般，于是立即向史蒂文发出了调查通知。案发第二天，史蒂文如约来到警局，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与他一起的还有一名叫罗伯特的男子。经过交谈得知，罗伯特是当地教堂的牧师，同时也是史蒂文的房东。根据罗伯特当时所说，史蒂文以前从未接受过警方询问，所以心里有些紧张。他这次前来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史蒂文减轻心理压力，同时敦促他积极配合调查。听到罗伯特的解释后，警方也就没有过多追问。随后他们将史蒂文带到了单独的审问室。一开始史蒂文只承认两人在案发那晚见过面，但坚持他们只是为了复习功课，没有发生亲密行为。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经不起推敲，如果他们那晚见面只是为了学习，特蕾莎不可能向丈夫达林隐瞒，更不会找各种借口解释晚回家的原因。当警方提出这些问题后，史蒂文哑口无言，只能向警方坦白了真实情况。根据史蒂文的说法，大约4个月前，他在学校认识了特蕾莎。一开始他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因为特蕾莎已经结婚，而史蒂文也有固定的伴侣。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史蒂文和特蕾莎有了许多单独相处的机会。在一次机缘巧合下，他们越过红线，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俗话说有一就有二，案发那晚8点左右，两人在史蒂文租住的公寓再次发生了关系。然而没想到这次出现了意外状况，安全套不小心滞留在了特蕾莎的体内。事后他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准备取出安全套，但直到晚上10点，两人花费了将近1个小时也未能成功。由于担心回家太晚可能会引起达林怀疑，最后特蕾莎不得不放弃。随后她匆忙穿上衣服，很快离开了史蒂文租住的公寓。至于特蕾莎在回家路上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史蒂文表示并不清楚，也坚持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为特蕾莎走后，史蒂文又去了女友维尔玛的住所。截止凌晨1点，他一直与女友维尔玛在一起。警方对史蒂文的说法仍然有些怀疑，为了搞清楚两人在公寓发生了哪些事情，他们又询问了与史蒂文同住的房东罗伯特。罗伯特表示，案发那晚他去了教堂做礼拜，大约8点15分出门时曾在门口见过特蕾莎的汽车。晚上11点30分回家后，特蕾莎的汽车不见了，而史蒂文也已经离开了公寓。此外，罗伯特还提到了一件史蒂文没有交代的事情。实际上，特蕾莎在回家路上曾与史蒂文有过通话，大致的内容是特蕾莎担心滞留在体内的安全套可能会导致意外怀孕，所以打算借着这个机会提升与史蒂文的关系，要求从情人转变成正式恋人。然而史蒂文并不想这样做，他放不下现在的女友，也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这通电话让史蒂文感到十分苦恼。为了倾诉和寻求支持，史蒂文在第2天早上向房东罗伯特透露了这件事情。罗伯特的说法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首先，史蒂文是一名即将加入 NBA 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如果两人因为可能的怀孕问题产生分歧，史蒂文肯定会因为私生活不检点葬送大好前程，所以警方认为他具有作案动机。其次，史蒂文是最后一个见过特蕾莎的人，而且两人分开的时间与案发时间也十分相近，因此警方认为史蒂文也可能具有作案时间。基于这些问题，警方检查了史蒂文的身体，并搜查了他的公寓。虽然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但警方仍然不愿意放弃这条线索。为了验证史蒂文当晚的不在场证明，警方又询问了他的女友威尔玛。威尔玛证实，案发那晚史蒂文确实来过他的住所，两人在讲述见面和分开的时间上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不过，由于威尔玛和史蒂文是一对亲密的伴侣，警方不得不考虑威尔玛可能为了包庇史蒂文故意做伪证，又或者因为嫉妒特蕾莎而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于是他们追问了这些问题。威尔玛听后连忙表示自己没有撒谎，为了撇清与本案的关系，他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潜在线索。根据威尔玛的说法，大约在1个月前，他和史蒂文开始频繁接到威胁电话，来电者是一名使用变音器的陌生男子，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史蒂文和威尔玛分手，否则就会对他们实施报复。一开始史蒂文和威尔玛并没有在意，但后来威胁升级，男子在一天晚上破坏了史蒂文的汽车，那时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被迫妥协，减少了见面次数。虽然威尔玛不清楚那名男子为何要拆散他们，但至少可以确定有人反对史蒂文与任何人交往。考虑到汽车遭到破坏与特蕾莎遇害仅仅间隔了数周，因此威尔玛推测那名威胁他们的男子可能与特蕾莎遇害有关。警方核实了威尔玛的说法，确实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多条匿名通话记录。通过某种技术手段，警方很快锁定了打威胁电话的男子身份，他就是史蒂文的房东罗伯特。与此同时，警方又接到了另一条相关线索。一名叫库珀的巡警表示，1月30日凌晨，也就是发现特蕾莎尸体的6个小时前，
库珀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的途中，曾在事发公路两侧看到过2辆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其中距离库珀最近的是一辆克莱斯勒 MPV， 而较远的那辆后来被证实为特蕾莎的白色丰田汽车。由于这2辆汽车停放的位置不同，加上库珀当时还有紧急任务，所以他并未对2辆汽车进行检查，只是把距离最近的克莱斯勒汽车的车牌上报给了调度部门。事后库珀收到了调度部门的反馈，那辆与特蕾莎汽车一同出现的克莱斯勒登记在罗伯特名下，也就是史蒂文的房东和那名打威胁电话的男子。掌握了这一线索后，警方再次审问了罗伯特，然而这次罗伯特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了房客史蒂文，表示那辆克莱斯勒最近借给了史蒂文使用，而他在案发那段时间去了教堂做礼拜，并没有去过事发现场。警方显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种说辞，经过进一步核实，他们很快发现罗伯特根本没有去过教堂，而且他的双臂遍布抓伤，看上去像是前不久刚刚发生过激烈搏斗。对此罗伯特又给出了其他解释，但警方已经不想再与他继续纠缠。由于之前采集的物证已经检测完毕，技术人员从特蕾莎的车内发现了凶手的生物证据，于是他们采集了罗伯特的 DNA 与其进行比对，结果表明罗伯特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完全一致。2008年2月2日，案发3天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罗伯特。面对确凿的证据，罗伯特仍然负隅顽抗。为了搞清楚他的犯罪动机，警方又询问了本案的关键人物史蒂文。根据史蒂文补充的信息以及其他线索，警方还原了事发的大致经过。罗伯特表面上是一位正直可靠的牧师，但实际上一直在背地里过着不为人知的同性生活。原本这只是个人喜好，并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罗伯特喜欢强人所难，有时还会使用暴力手段。根据背景资料，罗伯特在还没有搬到达勒姆市之前，就曾犯下过2起针对男性的性犯罪事件。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这2起案件的处理结果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罗伯特一直没有公开出柜，周围的人包括房客史蒂文一开始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性取向。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罗伯特无法公开寻找伴侣，只能使用一些较为隐蔽的手段达成个人目的，而史蒂文实际上就是他准备发展成伴侣的目标。大约在案发4个月前，罗伯特以极低的价格将地下室租给了史蒂文，并且还给他提供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兼职工作。史蒂文对罗伯特非常感激，但同时也感觉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根据史蒂文事后回忆，搬家的4个月里，罗伯特经常会对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例如暗示史蒂文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赚钱，有时还会询问一些非常隐私的事情。起初史蒂文只是感觉罗伯特有些怪怪的，但从来没有当真，所以他每次拒绝时的态度表现得不够明确。因为史蒂文不愿得罪罗伯特，他还想继续住在罗伯特提供的便宜公寓，还有保留那份收入不错的兼职工作。然而正是这种不明确的态度给罗伯特制造了错误的假象，让他误以为史蒂文犹豫不决可能是因为女友威尔玛。于是罗伯特开始不停给史蒂文和威尔玛打威胁电话，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强行拆散他们。一段时间后，罗伯特的计划起到了效果，史蒂文和威尔玛因为担心报复减少了见面次数。然而正是这个时间节点，不知所以的特蕾莎介入了史蒂文的生活，这让刚刚看到希望的罗伯特感到非常愤怒。出于嫉妒和铲除竞争对手的心理，罗伯特便对特蕾莎起了杀心。为了顺利实施计划，罗伯特在案发那晚尾随特蕾莎来到了事发公路。至于特蕾莎为何会自愿把车停在路边，警方认为可能是受到了罗伯特的欺骗，又或者他想再次尝试取出体内的安全套。但不论是哪种情况，结局都是肯定的，罗伯特无情杀害了特蕾莎。作案结束后，罗伯特原本可能想过藏匿尸体，所以才把特蕾莎拖到了距离汽车半英里的地方。但不巧的是，罗伯特还没有找好藏匿尸体的地方，就看到了巡警库珀。虽然库珀没有停车检查，但闪烁的警灯让罗伯特感到非常害怕。由于担心库珀可能会再次折返，罗伯特就在警车离开后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
2009年10月9日，特蕾莎遇害近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罗伯特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